大家好，欢迎回到 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今天是2023年7月10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在我们请 AI 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第一则新闻聚焦于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崛起机遇。最近的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印度提供了彰显其制造实力的机会。印度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特别是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面，并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后。此外，包括亚马逊和谷歌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也在增加对印度的投资。印度正成为跨国公司多元化供应链的选择，尤其是最近的美中关系紧张。例如，苹果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消费电子产品，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进入快速增长时期的机会，就像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样。但要实现这样的成功故事，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印度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其人口结构趋势，中国的人口开始减少，而印度的人口仍在增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到48岁，而印度只有34.6岁。此外，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其廉价、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工作已经转移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这为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机会。然而，仅仅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还不足以吸引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制造基地。除了人口优势外，印度还需要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学人智库编制的商业环境排名中，印度在亚洲排名第10，得益于政策改革以及在基础设施、税收和贸易规定等方面的改善。然而，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基础设施仍有待提升。印度在世界银行的物流业绩指数中排名第38，与中国、越南和印尼相比，仍有差距。综上所述，印度已经到达了一个甜蜜的时机，成为跨国公司在考虑他们的中国正一制造策略时的首选。随着美国和印度之间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国际企业可以在印度找到一个抵消中美关系紧张的选择。印度的制造业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新兴更加契合，为印度的经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第二则新闻，益达金机主办年中社内展，这不仅仅是一个了解最新机台的机会，更是益达团队与客户建立良好互动和沟通的契机。益达金机是一家以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为特色的领先企业，他们以优质的机械设备和专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闻名。在这次的社内展上，他们将展示最新的重切削解决方案，包括 CNC 大车床 ML800 系列、ML430、EV860、MV1060、MV500 立式加工中心机，以及在今年台北工具机展中表现亮眼的得奖机台 ML560MY 车铣复合机和 MT900 多轴车铣复合机。这些设备具备高速度、高精度的加工能力，能够应对各种多样化的加工需求。此外，益达金机还将展示在自动化方案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成功案例，包括自动上下料、自动换台、自动监控物联网系统以及自动量测系统等。参观社内展的贵宾还将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益达金机的生产线和加工过程，亲眼见证产品经过严格的品质控制流程，确保了产品的稳定性和耐用性。除了机台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益达金机的技术团队还将分享一些独特的加工方法和工艺，包括高速切削、5轴加工和精密车球技术等。益达金机社内展将于7月29日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3点，在台中市乌日区西南路一段357巷68弄41号的展示中心举行，这将是一个超越期待的盛事，绝对不容错过。第三则新闻，立陶宛成为欧洲首个在公共道路上推出无人驾驶递送机器人的城市。这些机器人是由爱沙尼亚初创公司 Clivon 开发，与立陶宛的递送平台 Lastmile 合作，在维尔纽斯市中心为顾客送货。这些无人驾驶递送机器人会从位于 Mindaugas Street 的IKEA 超市店取货，顾客下单后，他们会收到一条短信，告知送货的到达时间和解锁车门的密码。而最棒的是，这项递送服务是免费的。Lastmile 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Tadas Norisidis 表示，我们相信这些机器人将使我们在递送行业中获得显著优势，因为顾客可以在市中心，甚至在高峰时段快速收到商品。
Last Mile 在立陶宛拥有超过30万的用户。这些无人驾驶递送机器人可以在维尔纽斯的新城区和旧城区完成7个订单的递送。Cleavon 表示，这些自动运输工具具有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它们使用电动驱动，并配备不同大小的货舱，以满足各种大小的订单需求。在安全方面，这些机器人的最高时速为25公里，它们配备了360度摄像头和雷达，可以在道路上导航，并且可以通过远程遥控操作员进行实时监控。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部署是在去年在维尔纽斯的巴尔萨伊区进行试点项目后推出的。在试点项目的3个月内，这些机器人行驶了2000公里，展示了它们在各种条件下的高效运行能力，包括雨天、雪天和未铺设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这些机器人获得了顾客的积极反馈。Norzadis 表示，试点项目获得了 4.8 分，满分5分的整体评分，顾客非常愿意尝试这项创新。在2020年 ，Cleavon 成为欧洲首家获得在公共道路上操作无人递送机器人许可的公司。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在欧洲、美国和中东地区的服务范围。第4则新闻：人工智慧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应用。在2023年 ，AI 在全球制造业的日常运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合作机器人也被称为 cobots， 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它们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不同，被设计成能够安全地与人类合作。合作机器人运营成本更低，不需要专用空间，可以在普通的工厂车间中安全工作。它们可以执行各种制造操作，如组装和包装产品，同时保持高卫生标准。接下来，我们讲讲 3D 列印中的人工智慧应用。3D 列印是一种逐层构建产品和物体的制造过程，它通过 AI 技术可以优化材料的应用方式和复杂产品的设计。这项技术在运动鞋制造业得到广泛应用，例如 Adidas 和 Reebok 使用 3D 列印技术创造出更舒适和性能更出色的跑鞋。另一个有趣的应用是生成设计，这项技术使用 AI 来创造新产品的设计选项，设计师只需输入一些参数， AI 就能生成最佳的蓝图和指示，这加速了产品开发过程并促进了设计创新。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是预测性维护，制造商使用 AI 分析工厂车间的传感器和机器数据，以预测故障和停机时间，从而确保资源和备件能够及时到位进行修复，同时将停机时间纳入排程和物流计划中。最后，让我们谈谈无人工厂。无人工厂是一个完全自主运营、无人值守的智能工厂，它的运作不需要人类的干预，可以实现全天候运营。这是一个正在趋势发展的领域。例如，日本的机器人制造商 Fanuc 自2001年以来运营的无人工厂就连续运营长达30天。这些都是2023年制造业中一些最有趣的 AI 应用案例。AI 技术的应用为制造业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创新和可持续性。第5则新闻 ，BMR Group 推出模块化托盘堆叠机系统。BMR Group 是一家提供托盘堆叠和包装生产线服务的供应商。他们近日对他们坚固的托盘堆叠机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和改造。这些模块化机器现在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组件和模块，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基于相同的设计。BMR 的产品业务部门主管 K. Wikzorek 表示，他们的 Pallet Pack 系列托盘堆叠机根据包装货物的特性进行了设计，并符合客户对包装图案和托盘尺寸的要求。这些系统能够轻柔地处理各种包装单元，并在严苛的条件下提供多年的服务。在重新设计中 ，BMR 将托盘堆叠机赋予了模块化结构，带来了许多重大优势。例如，这些机器的性能现在可以在以后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并且新的设计在翻新或维修时节省了大量时间。除了改进性能，新的模型系列还使配置和安装变得更加简单。以前需要使用最高达8吨的叉车进行安装，现在则只需要5吨的叉车。这些模块可以从2个不同的侧面进行拾取，简化了在狭小空间中的组装。同时，客户现在收到的是3个更紧凑的模块，相比之下更容易操作。此外，由于使用标准航运集装箱，还能应对由疫情引起的集装箱危机。此次重新设计还对所有模块进行了优化，包括皮带中的马达和驱动器，以及运输过程中的设计优化。新的 BMR Pallet Pack 配备了更大的堆叠台，可以接受装满散装材料的袋子，放在不同尺寸的托盘上。开发人员还重新设计了推杆，使得底盘对于单个和双个推杆是相同的，这样用户可以在以后增加系统性能时无需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此外，还可以选择安装能量存储装置，以消除峰值负载。
降低运营成本，并减少碳足迹。BMR 为确保新一代 Pallet Pack 的可靠运行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对托盘堆叠机进行严格的耐久性测试。这些改进使得服务技术人员在维修或更换组件时更加便捷。例如，由于更好的可访问性，更换皮带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BMR Pallet Pack 系列提供不同容量等级的多种机型，包括低通量范围每小时堆叠高达1800个袋子，中等和高通量范围则分别每小时堆叠高达3200个和6000个袋子。这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欢迎回到 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今天是2023年7月11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在我们请 AI 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第一则新闻，近期 Magnet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than Karp 博士分享了关于工业 4.0 的观点。在东北俄亥俄州 ，Magnet 将帮助制造商们实现从工业 4.0 的滞后地位转变为领先地位，这是他们的重要关注点。Ethan Karp 博士表示，在智能制造领域，使用先进技术是无法避免的，这已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特别是对于组成制造业大部分的小型企业来说，要确定从何处开始和在哪里投资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过多的炒作，有时这些技术似乎不切实际。而这正是 Magnet 所能发挥的作用。Magnet 首先帮助企业了解工业 4.0 对他们的意义，他们的顾问和工程师向企业展示了可能的技术应用。此外，他们还将企业带入他们新的制造中心，进行大型技术展示，让企业能够亲身体验和探索尖端技术，例如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大数据和感应器。Ethan Karp 博士表示，他们通过将这些复杂的技术与每个制造商都理解和渴望改进的事物相结合，例如质量、生产力、持续改进、停机时间和利润，来解释这些技术。然后，他们设计了有效且不浪费时间和金钱的工业 4.0 实施方案。让我们来看一个成功的例子：学校午餐提供商 Innovative Food Services（IFS）， 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从一家每天提供200或300份餐点的普通餐厅餐饮业务发展为每天提供9000份学校午餐的企业。为了跟上需求 ，IFS 必须迅速扩大其业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生产线上有一个工作岗位经常出现问题。该岗位需要员工将餐盘堆叠在大型塑料箱内，需要进行大量的扭转、转弯和弯曲。这个工作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即使在每个轮班期间轮换不同的员工，也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IFS 寻求了 Magnet 的帮助。Magnet 与一家机器人供应商合作，建立并部署了一个定制的合作机器人，取代了这个困难的末端工作岗位。合作机器人能够一次性将6份餐点放入塑料箱中，提高了生产线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IFS 最终购买了2个合作机器人，分别用于2条生产线。从建立到投入使用只用了60天的时间，这2个合作机器人在大约18个月内就收回了成本。第二则新闻，根据6月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指数 NMI 的公布，国发会副主委高仙贵指出，这2个与制造业相关的指数值得大家关注。高仙贵副主委表示，在6月的调查中，新接订单指数从衰退翻转到扩张，客户库存指数则保持持续去化的状态。这显示下半年台湾的景气有望逐步翻转并改善。此外，高仙贵副主委提到了中经院举办的会议，会议标题为“景气落底翻转 ”2023 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这次会议的成果非常好，充分回应了大家对下半年景气的期待。国发会对今年台湾经济的表现定调为内温外冷。高仙贵副主委表示，民间消费非常活络，但是由于全球不景气和终端需求疲弱，加上产业链还在重整当中，出口量减少，对民间投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外，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风险也将对台湾下半年的经济走势产生影响。根据中经院6月调查的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其中经季调的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转为扩张，人力雇用指数呈现紧缩，供应商交货时间下降，存货紧缩。同时，中经院公布的2023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报告显示，制造业中有 43.4% 的厂商面临去库存压力，因此遭受存货跌价损失、资金断裂或客户要求降价压力。对于面临去库存压力的业者中， 44.6% 的业者已将库存去化至低于或等于正常营运所需水平。然而仍有 55.4% 的业者目前存货量超过正常所需水准，平均约为正常所需的 148.7%。 诚兴汇注研究员指出，超过半数面临去库存压力的制造业者已或预计采取了与供应商调整延后订单交货以及诱使客户下单或拉货等策略。诚兴汇注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化学剂、生技医疗、基础原物料与交通工具产业在去库存方面采取的策略相对积极，其中减产和岁修是业者最常选择的策略之一。相较于2022下半年的调查结果，有近70%的业者预计在2023年第二季度之前能改善存货量高于营运所需的情况，而2023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只有 9.9% 的业者表示存货量已经在2023年第二季度之前改善，而将近一半的业者预计这种情况要到2023年第四季度才能得到改善。第三则新闻，西门子健康公司和库卡他们正在携手合作，将创新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以提供更温和的病患治疗。这一次的合作涉及到库卡提供的300台机器人，它们将被应用于西门子健康公司的 Artis Pheno 血管摄影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先进的 X 射线成像系统，主要用于介入心脏病学和外科手术。它可以应用于多种医疗治疗，例如检查血管疾病、修复心脏瓣膜，甚至进行复杂的脊椎或骨盆骨科手术。这些机器人将带着 X 射线源和影像转换器的 C 型臂围绕着病患进行移动，这样外科医生在进行医疗干预时可以充分接触到手术区域，同时也可以受到影像的支持。透过摇杆操纵，机器人系统可以精确地定位到医生所需的位置，这使得该系统在混合手术室中可以广泛而多功能的应用。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可以对病患在手术台上的位置进行不同的调整，也可以快速进行定位的调整，这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病患的呼吸更加轻松或稳定血压。这个 Artis Pheno 系统自2016年以来已经在全球550多家医院使用，其中包括之前的版本，总共有超过1200套创新系统在使用。库卡和西门子健康公司在发展搭配机器人的先进医疗技术方面已有多年的密切合作，并将继续携手共同塑造医疗技术的未来。未来，库卡还将推出新的 KR Quantec HC 机器人，这是一款更强大、创新的机器人，将用于医疗领域，并具备全新的全面安全功能。第四则新闻 ，DMG Mori 重新定义增材制造的范围，即将推出全新的 LaserTech 30 SLMUS。这台机器拥有自适应光束控制技术 ，DMG Mori 以此来满足美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LaserTech 30 SLMUS 预计从2023年12月开始交付，它专注于实现每个零件的最佳成本和复杂几何形状，其外形尺寸为30公分立方体。这台机器具有几项关键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自适应光束控制技术，能够动态调整激光功率、激光速度和激光光束形状。同时，它还应用了非接触式涂粉技术，提高了粉末传播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此外，这台机器还使用创新的混合工具路径策略，实现了行业内最佳的生产成本，并能够在 1.2 千瓦激光之间动态切换激光光束形状。作为工具机制造业的创新领导者， DMG Mori 自2013年以来通过增材技术扩大了其广泛的传统制造方法组合。他们的 LaserTech DED 混合和 LaserTech SLM 模型实现了高效、可靠的金属增材组件制造，从金属粉末到高精度加工。在他们的 Additive Intelligence 咨询部门中， DMG Mori 还支持初学者和有经验的用户充分发挥金属 3D 打印的潜力。DMG Mori 将成为您在增材制造和金属加工领域的下一代制造方法的合作伙伴，不断开发创新解决方案。第五则新闻 ，Abb 利用资料中心电源技术，与瑞士汽车经销商集团 AMAG 合作开发了一个全面的电源解决方案，以弥补电网供应不足的问题。根据报道，
AMAG 正在瑞士的13个地点安装 ABB Terra 360充电站和能源管理系统。这些充电站将提供快速充电，并且能够通过一种创新的 MegaFlex DPA UPS 系统获取电力供应。这个 UPS 系统可以平衡电力需求的高峰，确保即使在电网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快速充电也能够继续进行。AMAG Automobile and Motoren AG 的首席技术官 Frank Bomro 表示，虽然目前可用的电动车最大充电功率通常为150至270千瓦，但他们预计未来几年乘用车的标准充电功率将提高到350至360千瓦，这将大大缩短充电时间。他还指出 ，AMAG 的地点靠近高速公路，为充电网络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补充。ABB 的 Terra 360充电站具有360千瓦的最大输出功率，可以同时为2辆车充电。它能够根据需要提供最大优化功率，并在电动车电池接近充满且充电速度变慢时进行智能调节，以确保充电效率。为了解决电网供应挑战，一些地点的 Terra 360充电站还通过 ABB MegaFlex DPA UPS 系统连接到电网。这个系统是在瑞士 Cortino 的 ABB 部件段电源供应卓越中心开发的。该中心致力于确保资料中心的稳定电源供应。在快速充电过程中， MegaFlex 的150千瓦小时锂离子能量储存系统可以应对超过电力网供应的高峰需求。ABB eMobility AG 瑞士分公司的总经理 Adrian Wachholz 表示， AMAG 致力于减碳，并采用创新技术。他表示对于 AMAG 的密切合作表示赞赏。ABB 在电动出行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不仅体现在充电站基础设施上，还解决了电网供应挑战。他还提到，为 AMAG 开发的全面解决方案包括配电、峰值削减系统、电池和能源管理系统。这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欢迎回到 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今天是2023年7月12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在我们请 AI 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第一则新闻：大型语言模型 LLMs 如何应用于制造业？这种人工智慧技术不仅能够分析和组织复杂资讯，还能够产生类似人类对话的互动能力。让我们一起探索它如何改变制造业，并超越传统的流程优化。制造业一直在努力融合最新的科技突破，追求自动化改进、操作透明度提升以及产品和技术发展的加速。其中，生成式人工智慧是一项引人注目的进展，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 LLMs， 如 ChatGPT。这些 LLMs 利用现有资料中的模式来生成新的、独特的资料集，并且相比过去，它们更进一步提供了分析和组织复杂资讯，产生类似人类对话的互动能力。制造业处理着庞大而复杂的非结构化资料，包括感测器读数、图像、视频和遥测。在这个过程中，实时流式传输和与上下文资料来源的整合至关重要，以便能对事件做出有意义的回应。LLMs 可以赋予人员更强大的工具，彻底改变业务运营方式。他们可以重新定义操作员与系统和文件的互动方式，从而在生产效率、客户满意度和财务绩效方面实现指数级的改进。而在制造业中，有2个常常被忽视的关键领域是自然语言界面和产品设计与优化。这些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在制造业中产生实际的影响，并为投资带来显著的回报。首先，基于 LLMs 的制造业自然语言界面可以民主化复杂系统的可访问性。人工智慧，特别是 LLMs 及其自然语言界面，对于提升制造效率、工人参与度、产品质量和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制造设施需要无缝的资讯传递。其次，基于 LLMs 的制造业产品设计能够优化创造力和协作，以设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传统上，设计师专注于产品概念和规格，而操作员负责处理制造任务。然而，利用 LLMs， 我们可以实现更加明智和民主的设计过程，纳入一线操作员的见解。这些操作员拥有实际理解、
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LLMs 有助于将他们的建议转化为可行的设计建议。通过分析操作员的见解， LLMs 能够生成考虑实际考虑和限制的设计方案，并得出现实和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协作方法促进了操作员的归属感和参与度。第二则新闻，机械工会陈崇光顾问参观了一家有日资合作的中芯厂，并对该厂的设计、加工和组立流程进行了全面思考。他指出，这家厂商采用了一种先进的专业技术新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善效果。首先，他们在设计阶段减少了零件数量，例如将3轴的马达座、轴承座和螺杆帽座等零件与主件进行了一体化设计，从而减少了设计中的冗余零件。其次，他们在加工过程中去除了研磨工程，这通常是成本最高的工程之一。他们利用5面加工机进行一次性加工，确保了各种几何精度，同时也减少了工程的数量。最后，在组立过程中，由于零件加工精度得到确保，他们去除了繁琐的产花工程，大大节省了组立时间，同时也减少了调整所需的时间不确定性。陈崇光顾问指出，这种改善模式主要依赖中芯厂的推动，从设计到加工设备，再到组立效率，最终连结到客户价值的创造。这不是容易在产业链中启动的改变，需要整体的努力和协作。第三则新闻，由于景气低迷和新台币贬值，台湾机械设备的出口值已连续11个月下滑。机械工业工会的魏灿文理事长表示，全球经济尚未出现明显复苏的迹象，而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使得台湾机械设备在竞争中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据台湾机械工业工会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台湾机械出口值为 23.82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2.5%， 这也是自去年8月以来连续第11个月出现衰退。以新台币计算，6月的机械出口值为 732.16 亿元，年减 19.4%， 上半年累计的机械出口值为 143.69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9.0%， 以新台币计算则为 4389.56 亿元，年减 13.5%。根据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会的统计数据，6月工具机的出口值为 2.22 亿美元，较上个月下降了 2.4%， 年减 16.7%。上半年工具机出口值为 12.7 亿美元，年减 12.3%。魏灿文表示，机械设备属于资本财领域，在全球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对购买设备采取更保守的态度，再加上今年以来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仅贬值了 1.45%， 相较于韩元的 3.31%、人民币的 5.06% 和日元的 10.25% 的贬值幅度，这对台湾机械设备的出口竞争力造成了冲击。魏灿文指出，美国和中国大陆是台湾机械出口的2个主要市场，今年上半年对这2个市场的出口明显下滑，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最近美中展开了对谈，美国强调不寻求与中国大陆经济脱钩，以避免对2国和全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我们需要继续密切关注后续的影响。魏灿文还提到，目前全球制造基地转移趋势带来了许多新的商机，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电子业和电动车等重要产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地，这对台湾机械设备的出口成长仍然具有利好影响。第4则新闻，根据最新的 CIO 大调查，一般制造业在疫后新常态下开始重新评估和调整他们的 IT 策略，将更多的重点放在加强 IT 弹性和数位韧性，以因应新常态带来的挑战。调查显示，加速内部流程数位化和自动化成为一般制造业的重要策略之一，被列为后疫新常态的重点对策。61% 的制造业 CIO 计划在今年加速推动内部流程数位化和自动化，相比去年增加了 6.3%， 这反映了制造业对提升自身数位能力的重视，以应对营运调整和产线需求的变化。此外，有 30% 的制造业 CIO 计划加速推动疫后新常态的转型， 40% 的 CIO 要加强 IT 敏捷性、模组化和弹性化，以因应内部 IT 转型的需求。还有 20% 的 CIO 计划加强数位技术投资，并与业务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虽然疫情解除后，制造业对于远端工作环境的需求明显减少，但仍有 40% 的制造业 CIO 计划持续发展远端工作能力。这显示在新常态下，制造业正转向混合办公工作模式。此外，一般制造业 CIO 今年更加重视供应链数位化管理能力， 17.1% 的 CIO 计划强化这方面的数位体质，
远高于去年的 9.5%。这表明许多制造业将强化供应链韧性视为疫后新常态的重要目标。制造业需要打造灵活和高弹性的供应链，以应对市场变化和不确定性，同时也需要数位资讯的串接和整合能力来管理供应链的碳排放数据。此外，超过 20% 的制造业计划导入人工智慧斜线机器学习应用，并且不仅应用在生产制程上，还扩展到行动应用领域。超过 10% 的企业计划导入生成式人工智慧相关应用，例如 ChatGPT 等。最后，调查还显示，超过 50% 的企业已开始计划或即将导入 AI 应用，显示出一般制造业对于 AI 的重视和积极性。第5则新闻，特斯拉在过去几年中遇到了许多制造上的困难和延迟，尤其是 Cybertruck， 其发布日期一再被推迟。然而，这并未阻止该公司展示其全新的制造能力，并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身临其境的零售体验。根据 Electrek 的报道，特斯拉在中国开设了一家被称为 Giga Laboratory 的商店。特斯拉在其官方微博页面上发布了一则公告，该公告写道：首家特斯拉 Giga 实验室惊艳亮相，特斯拉城都最美店揭开神秘面纱，沉浸体验在45秒内打造一辆汽车的魔法，和朋友们一起聚会、聊天、休息。目前尚不清楚45秒是指沉浸式体验的时间长度，还是特斯拉实际上建造一辆汽车所需的时间。尽管45秒看起来像是非常匆忙的建造时间，但一些对特斯拉的制造质量不满意的顾客可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Electrek 的文章还包括了这家零售店的静态图片，该店看起来使用许多白色和灰色。然而，根据 Electrek 的报道，大部分评论者并不对这家电动车制造商的新广告策略感到印象深刻。有人写道，特斯拉再次做了其他每个汽车制造商早已做的事情，贴上 Giga 的标签，然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革命性的。这位评论者提到，其他汽车制造商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装配过程，并为围绕这些过程进行身临其境的零售体验。另一位评论者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表示，有很多特斯拉粉丝认为其他车辆，尤其是传统汽车制造商，有一群戴着帽子、将熔融的钢倒入模具并用锤子敲打的工人。这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欢迎回到 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今天是2023年7月13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在我们请 AI 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第一则新闻，法国工具机业者在航太和汽车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随着全球各国逐渐解封，航空业的复苏速度超乎预期。法国的航太巨头空中巴士连续2年的交机量增长了 8%， 在2022年交付了663架飞机，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根据法国工业杂志 Lucie Nouvelle 的初步统计数据，空巴在2023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再次击败了竞争对手波音，获得了846笔订单，与2019年相比，订单数量惊人的增加了。尤其是在展会开幕日获得的来自印度联航 Indigo 的500架新飞机合约，打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商用客机订单纪录。相比之下，波音的订单数量估计只有288笔，较上届展期订单数量下降。为应对未来10年的交付需求，空巴今年全球范围内招聘了 1.3 万名员工，创下了空前的纪录。与此同时，他们的卫星工厂也在全力运转。法国承包商 FEMSO Industry 的负责人 Gilles Verhulst 在年初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时，展示了多台用于生产航太结构件的工具机。他并表示，他们不排除扩大生产线和增加员工数量，以满足航太工业的加工需求。比利时航太工业集团 Sonaca 在巴黎航展上与空巴签下了一份巨额合约，除了扩大了 A320 和 A350 机翼前缘的订单外，还成为了 A321XLR 机型后援机翼的官方供应商。这份合约促使 Sonaca 决定投资4000万欧元建造新厂房，并购买大型零件加工机。在国防订单方面，
由于俄乌战争和各国军备竞赛的带动，2022年达梭航空的 Rafale 标风战斗机订单数量刷新了纪录，售出了92架，增长了近2倍。作为 Rafale 设备制造商的航太巨头 Thales 也紧急扩充了旗下一阶厂的产能。法国商 Ramaca 将投资550万欧元扩建厂房，购买15台机械设备，并安装了5000平方公尺的太阳能板，以确保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第二则新闻，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重要盛事 Automatica 2023。在这个声誉卓越的展览会上，我们将体验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最前沿。Automatica 2023是一个声誉卓越的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展览会，在6月27日至30日举行。今年的展览会因其引人注目的创新和新产品而引起了重大关注。从机器人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到具有变革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Automatica 2023将展示出未来工业的一瞥。参观者可以期待见证最新的技术，并第一时间体验它们在提高各个行业生产力、效率和安全性方面的潜力。Automatica 2023为创新的卓越展示铺平了道路，并为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持续发展定下了基调。App 公司在 Automatica 2023展示其最新的 GoFar 10和12型机器人，这2款功能强大且精确的工业机器人专为自动化应用而设计。GoFar 12具有12公斤的载荷能力和 1.4 米的范围，提供了灵活性和处理较重物体的能力。它具有 IP67 级防护等级，可在油腻环境中可靠运行，减少损坏的风险。GoFar 12还具有出色的重复定位精度和 0.02 毫米的精度，非常适合高精度应用，如机械操作、焊接和抛光。它的工具中心速度高达每秒2米，可在各个行业中高效执行任务。此外， Denso 公司展示最新的 Cobota Cobot。Cobota Pro 是一款高速协作机器人，旨在与人类操作者一起工作，增强工业自动化的效率和安全性。它具有每秒2500毫米的顶端工具中心速度，与5轴和6轴机器人的速度相媲美，使其成为该行业中最快的机器人之一。Cobota Pro 将速度与改进的安全措施结合在一起，最大程度地提高协作操作的生产力。它的直观教学系统使操作者可以轻松地编程和控制机器人，适用于各种熟练水平的操作者。Cobota Pro 还提供了针对特定应用需求量身定制的专业规格，能够在极端温度下运作，并无缝集成现有的工业自动化软件系统或协议。此外，川崎和 Neuron Robotics 合作开发的 CL 系列协作机器人也将亮相 Automatica 2023。这一系列协作机器人结合了日本的工程专长和德国的创新技术，提供了多功能和灵活的解决方案。CL 系列具有多种载荷和范围选项，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它拥有先进的技术、轻巧可靠的结构和直观的用户界面。CL 系列在自动化任务的速度能力和高重复定位精度方面表现出色。它设计用于耐受恶劣环境，并在具有挑战性条件下有效运作。CL 系列代表了川崎和 Neuron Robotics 之间的强大合作，推动协作机器人领域的创新。Automatica 2023成为各种新产品和突破性技术的聚集地，业界巨头和新兴企业将共同推动自动化的界限，从扩增现实和数字孪生到可持续生产和人机协作。这些创新反映了对更高效、互联和可持续未来的追求。第三则新闻，据推测，日本银行将可能调整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引发了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的预期。东京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根据最近的经济数据，日本银行可能会在本月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这一预期导致日元对美元汇率达到了约1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三，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40以下，过去一周对美元升值了超过4个百分点。同时，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也上升，基准期限为10年的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在周一一度触及了 0.465%， 这是自4月以来的首次，并在周二保持在 0.45% 左右。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在本月27日开始为期2天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日本银行的收益曲线控制政策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去年12月，日本银行已将长期收益率上限扩大到 0.5%。与此同时，日本银行副总裁内田真一在最近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访问中指出，日本企业终于开始摆脱了通缩年代的工资和定价习惯。在上个月的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会议的意见摘要中，有一位成员表示，应该在早期讨论修订收益曲线控制的处理方式。
此外，如果日本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升至目前收益曲线控制政策的约 0.5% 上限，这也可能会使日元走强。去年6月和今年1月，外国投资者主要抛售日本债券，导致收益率超过上限，市场预期政策将发生变化，日元也出现了类似的走强。不过，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的首席货币策略师上野大作认为，目前日元不太可能走强，除非有进一步的消息增加对日本银行调整收益曲线控制的信心，否则日元升值超过140日元不太可能。第4则新闻，近日，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500多天，北约成员国正聚集在立陶宛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协助乌克兰抵御入侵的俄罗斯。自从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以来，美国已经投入了超过413亿美元，这对乌克兰的抵抗和领土收复至关重要。预计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援助，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反攻升温时。然而，这场战争也揭示出美国在战时制造所需武器方面的脆弱性。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乌克兰面临弹药、电子元件、精确制导武器甚至水泥的短缺问题，而美国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美国海军退役将领、前北约最高统帅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指出，这些缺乏的武器包括枪械、导弹和弹药，尤其是乌克兰关键攻击力量所需的155毫米炮弹。一些分析师认为，乌克兰每个月消耗的是美国战前生产量的1年份。拜登总统在最近接受 CNN 采访时承认，乌克兰正在用尽弹药，而美国自身的库存也非常有限。这促使《华尔街日报》社论委员会呼吁拜登和国会采取行动。然而，解决美国工业基础的脆弱性并不像增加生产那么简单，因为美国已经将大部分制造业外包出去。10年前，美国陆军退役准将约翰·亚当斯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报告称，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依赖外国国家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威胁。从复杂的导弹系统到夜视镜所需的特殊金属，再到几乎所有东西所需的半导体。若考虑到乌克兰战争需要更多武器，更让美国国防部忧心的是与中国可能的战争。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不足意味着美国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根据《政治》杂志的报道，美国各个机构和官员已进行了一场潜在的美中冲突的战争模拟，结果总是一样，美国在几天内就用完弹药。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特别是考虑到自冷战以来美国制造业规模的缩小，美国已经将许多制造工作外包到中国，包括一些重要的武器组件。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脆弱性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这就是五角大楼担忧的原因，因为我们所依赖的防御对手，同时也是我们的防御所依赖的供应国。中国在船舶建造、飞机零部件和电路板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在中国制造的合金磁铁组件被用于美国的新型 F-35战斗机。中国还在机床和稀土金属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是制造导弹、弹药和半导体所必需的基本物资。简而言之，美国需要制定一项产业政策，优先并支持国内生产对防御至关重要的物资。第5则新闻 ，SQP Engineering 通过引进 Markforged 3D 打印系统，成功从一个分包机械加工店发展成为一个制造解决方案中心。2006年，大卫·米勒先生开始经营一家小型的加工工厂，并逐渐建立了在矿业设备领域的声誉。作为西澳大利亚的一家企业，他们的业务领域包括矿业、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然而，米勒先生意识到只有依靠传统制造已经不够，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自动化和技术投资机会。米勒先生表示，添加制造技术填补了传统制造和加法制造之间的空白，使他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好的产品。在引进添加制造之前，他们经常需要告诉客户改变他们的方法、图纸甚至整个概念和结果。而随着添加制造技术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SQP Engineering 在添加制造方面遇到了一个具体的挑战，他们需要为客户生产一个专用的生产零件，但传统加工方法既昂贵又无法达到要求，传统的聚合物 3D 打印机的性能也无法满足他们的交货期。经过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后，他们决定购买一台更大更快速的 Markforged FX20 3D 打印机。这款 FX20 打印机的速度比现有的复合材料打印机快8倍，打印范围也更大。原本需要9个小时的生产零件，现在只需要 2.5 个小时。米勒先生表示， FX20 打印出的零件比以前打印的零件质量更好，表面效果更出色，
这让他们的客户感到非常惊讶，并提供了更好的产品。SUP Engineering 已成为工业 4.0 的早期采用者，并拥有先进技术的机械加工厂而自豪。他们希望通过将所有操作数字化，使工作更加简单。Markforged 的系统完全符合这一理念。这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欢迎回到 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今天是2023年7月14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在我们请 AI 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第一则新闻：全球首个大量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即将问世。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公司 Fourier Intelligence 正在研发一款名为 GR-1 的人形机器人，以应对医疗劳动力短缺的挑战。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估计，到203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Fourier Intelligence 的 CEO 兼联合创始人 Zenko 表示，这款 GR-1 的身高 1.64 米，重55公斤，具有行走、避开障碍物等功能，还能够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例如拿起物品。他指出 ，GR-1 可以成为一位照护者、治疗助手，甚至是独居老年人的家庭伴侣。尽管 GR-1 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 Fourier Intelligence 希望在2到3年内完成一个可工作的原型。一旦完成， GR-1 将能够帮助患者从床上移至轮椅，并协助捡起物品。Fourier Intelligence 已经在康复和外骨骼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患者已经熟悉部分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例如在物理治疗中使用机器人支撑手臂和腿部。KOH 认为，人形机器人可以填补现有技术的差距，并成为与患者进行互动的自主机器人。同时，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GR-1 与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原型 Optimus 以及其他中国公司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一起展示，其中之一是一款名为 X20 的4足机器人。该机器人用于执行危险任务，例如有毒气体检测。Deep Robotics 的营销经理钱小雨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开发这些机器人的应用，让人们摆脱枯燥和危险的工作。该公司还计划将 X20 用于紧急救援和火灾检测，但钱小雨同时表示，这对技术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第二则新闻：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一个令人困扰的迷思。制造业一直以来都具有其吸引人的一面，被认为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如此，各国政府也对工厂有着极大的期望，认为他们可以应对气候变化、中产阶级就业不足、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增长疲弱等问题，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特别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投入的力度更是突出。美国总统乔·拜登曾提出：“朋友们，谁说我们不能再次成为世界制造业之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已经投入了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欧盟也因此调整了国家援助规则，各国政府得以慷慨解囊。这些举措仿效了新兴亚洲大国的做法。中国的中国制造战略旨在将该国由制造业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而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则希望到2025年时将制造业在经济增加值中的份额提高到 25%。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也正在禁止原材料出口，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然而，在西方国家，逆转制造业衰退的目标却让选民们感到越来越强烈。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从1997年的 19% 下降到了现在的 16%， 尤其在富裕国家下降最为明显。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似乎与30年前相差不大，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最近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支持制造业的人提出了4个论点来反转这一趋势。首先，他们认为制造业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可以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其次，他们认为制造业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于推动绿色转型尤为重要，并且可以在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更受选民欢迎。最后，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哪些商品具有战略重要性，进而需要更多的在本土生产。然而，这些论点并不那么确定。制造业提供的优质工作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见。在20世纪，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在工厂中可以找到体面的薪水、工作保障、一定的自主权和职业发展机会。然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体面的制造业工作不复存在。在富裕国家，需要中等技术技能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工作主要出现在服务业中。富裕人口在服务业方面的支出比例更高，而工业需求越来越多的由新兴市场国家满足。因此，制造业工作流失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则新闻 ，Radox 是一家成立于2020年的公司，他们与欧洲自行车制造商合作，提供加工部件。在2022年 ，Florian Zebig 接任了 CEO 一职。他在多家自行车品牌工作过，包括 XLC 和 UVEX。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2023年3月将这个合作伙伴关系转变为 Radox Components GmbH。虽然 MTC 和 Evocut 将继续为汽车、赛车和航空领域工作， Radox 将专注于自行车特定部件。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欧洲可持续和本地制造自行车部件的领导者。Radox 团队目前正在扩大，该公司使用各种机器和设备，包括5台5轴 CNC 机床、7台3轴 CNC 机床、1台 CNC 车床、各种自动化机器人、1台自动化激光设备、各种内部测量设备、振动抛光设备，以及即将建设的疲劳测试实验室等等。他们还使用 SolidWorks 的 SolidCAM 软件。Radox 团队已与客户合作进行许多开发和设计而感到自豪。Florian 表示，团队通常会收到不完美的 CAD 图纸，因此他们与客户密切合作，确保产品可以高效地制造并达到客户的标准。他们可能提出不同的半径或全新的形状，以使加工更加容易和便宜。Michael 表示，其他供应商仅机械加工客户订购的产品，而 Radox 团队则会非常仔细地查看他们收到的数据，并帮助客户获得最佳结果。但他们专注于批量生产。他们表示，他们使用与批量生产相同的过程来制作原型，因此原型不仅证明了零件实际上可以制造出来，同时他们也确保它可以在他们拥有的设备上高效制造。此外， Radox 越来越常与添加制造工艺合作，以检查零件的实际外观。Radox 还拥有内部的激光设备、振动抛光机和去毛刺的研磨机。此外，他们还提供阳极氧化和超声波清洗等服务。第四则新闻 ，Fanuc 帮助 Recycle 革新垃圾处理。自动化专家 Fanuc UK 的支持帮助了这家快速发展的回收技术公司通过 AI 技术改进可回收物料的分类处理方式，从而革新了垃圾管理行业。总部位于伦敦的 Recycle 使用自家专利的 AI 视觉技术，结合 Fanuc 6轴 LR-Mate 机器人，自动化检测和分类干混可回收物料。这在传统上是一个主要依赖人工的过程。这一突破性系统名为 Recycle Robotics，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包括分类准确性提高了多达 12%， 产线产能提高了多达 10%， 有助于垃圾处理业者提高利润，解决了垃圾管理行业一直以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Recycle 成立于2020年，最初只有4名员工，现在已经拥有超过45名员工，并在英国和欧洲各地拥有安装基地。根据首席执行官 Victor DeWolf 的说法，从一开始 Fanuc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一直是公司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Fanuc 对我们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对我们和我们旨在提供的产品充满信心。最近 Recycle 迈出了迅速的发展步伐，宣布由深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DCVC 主导的1700万美元 A 轮融资，改变传统分类方式。 Recycle Robotics 利用基于 AI 的电脑视觉技术识别复杂垃圾流中的每一个物品。作为系统核心的 Fanuc LR-Mate 机器人随后将这些可回收物料自动分类为不同的材料类别，如塑料、铝、纸张和纸板等。作为当今全球最准确和高效的 AI 机器人选料解决方案，它可以全天候运行。每个机器人在10小时的工作时间内能够选料高达33000个物品。对于 Recycle 来说，选择正确的自动化供应商和机器人解决方案对于他们的技术成功至关重要。首席技术官 Peter Headley 表示，在我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我们与 MTC 合作，他们建议我们在寻找机器人合作伙伴时与 Fanuc 联系。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Fanuc UK 从一开始就参与了 Recycle 的发展过程，在仅仅3年内，在欧洲已经安装了14个系统，并已购买了25台 Fanuc LR-Mate。
Fanuc UK 销售主管 Oliver Selby 对 Recycle 表示充满信心。我们希望从第一天开始就与 Recycle 携手并进。我们早早与他们进行了接触，并制定了一个计划，使他们能够减轻市场风险。我们进行了模拟和实际试验，确保产品最终发布时能够按计划正常工作。结果是一个比市场上其他产品具有更高通量的解决方案。它以一款紧凑的机器人提供了优秀的自动化替代传统分选方法，易于部署、易于安装且具有低寿命周期成本。第5则新闻：加速下一代空中巴士技艺发展的新技术中心空中巴士公司正在进一步投资其英国创新能力。今天在菲尔顿工厂开设了新的机翼技术开发中心 WTDC。该设施将用于建造和测试一系列计划和研究项目的演示器。由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国务大臣努斯拉特·加尼 Nusrat Ghani 节目。新设施将帮助空中巴士公司加快下一代飞机机翼的设计、建造和测试，通过使用最新技术和世界领先的演示器来进一步提高其机翼的性能。除了发动机优化之外，使机翼更长、更瘦、更轻是提高燃油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最终实现航空业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雄心的最大机会之一。空中巴士公司菲尔顿工厂和明日之翼负责人苏·帕特里奇 Sue Partridge 项目解释道，新的 Wing 技术开发中心将帮助我们将研究落地于实用性。我们为下一代飞机机翼提供技术的一个关键要素是通过明日之翼 What。这是我们由英国团队领导的最大的研究和技术项目。上周，我们在该计划中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威尔士布劳顿的团队完成了第2个机翼演示机，并交付给 WTDC。在这里，它将准备在我们的航空航天综合研究与技术中心 AIRTEC 进行结构测试。我计划使空中巴士公司能够探索新的制造和装配技术，以便子孙后代能够继续从飞行中受益。这是为了让我们的人员、技术、工业系统、供应链以及数字和物理能力为下一代飞机做好准备。我们正在利用行业合作伙伴以及最好的数字工具和自动化来识别未来可能会拖慢我们速度的潜在技术瓶颈。我们现在奠定的基础将帮助我们在时机成熟时更好更快的建设。WTDC 扩大了空中巴士公司在英国现有的研究和技术足迹，包括位于布劳顿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 AMRC。以及位于菲尔顿基地的 ZEROE 开发中心和航空航天综合研究与测试中心 AIRTEC。自2014年以来，空中巴士公司已获得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 1.17 亿英镑的资助，用于明日之翼相关研究。这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